3年前，我和庶妹换嫁，自己留在京城锦衣玉食，让庶妹随残疾皇子流放边关。却不成想，萧书涵竟杀回京城，成了摄政王。人人都说他不会放过我，夫君更是迫不及待将我休弃。我心中忐忑，准备连夜出逃，可眼前却突然出现弹幕。好了，最恶心的剧情出现了。渣渣男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找女配，3天3夜都没有出门哦，女主要伤心死了。大女主文的套路嘛，肯定要被眼瞎的渣渣男主伤透了心才会觉醒啊。不就是女配确实好看，漂亮的过分了，是个男人都忍不住啊。我正不知所措，门外突然响起了男人粗重的喘息。沈清婉，开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攥着匆匆收拾的包袱，指尖冰凉。萧书涵来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。3年前，他夺嫡失败，重伤残疾，被新帝降罪流放。大概是为了彰显仁德，新帝还特意让我这个和他有婚约的沈家女陪同流放。我其实是无所谓的，毕竟当初先帝赐婚后，我没少借着萧书涵这个夜王的权势作威作福，就当提前享福的代价喽。却没想到我那好妹妹沈翠莲哭得梨花带雨，跪在我面前求我成全她和萧书涵，哪怕要跟着去边关受苦也心甘情愿。见我沉默不语，又拿出萧书涵贴身的玉佩，说他们早已心意相通，而我只是个横插在他们中间的绊脚石。我瞧着那半块双龙玉佩，心底发寒。我见过他，也知道那是萧书涵母妃留给他的遗物，说是要交给未来叶王妃的婚约信物。我与萧书涵的婚约早就定下，偏偏这玉佩迟迟未到我手中，竟然是给了沈翠莲。既然萧书涵与沈翠莲两情相悦，我又何苦夹在中间？更何况还是白白去边关受苦。于是我和庶妹换嫁，自己留在京城锦衣玉食，她随萧书涵去边关吃苦受罪。就算被人嘲讽贪慕富贵、无情无耻，也毫不在意。毕竟要面子还是要里子，我还是很清楚的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仅仅过了3年，皇帝就纵欲过度驾崩了，只留下一个不足3岁的儿皇帝。而萧书涵却在边关屡立战功，手底下精兵强将无数，直接给自己整了个摄政王的名头，风风光光杀回京城了。更让我无语的是，我那风光霁月的探花郎夫君竟然是个怂包蛋。一听说萧书涵回来肯定要找我这个背叛他的前未婚妻算账，迫不及待就把我赶出了家门。虽然我自觉当年自己是成全了萧书涵和沈翠莲，是他们俩的媒人，肯定不会被怎么样，但无论如何我都不想看见他们俩。因此准备离开京城，回老家投奔告老还乡的爹娘。却没想到眼前出现了这些奇奇怪怪、狗屁不通的黑字，而且萧书涵竟然还真的来找我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那股惊悸。横竖都是一刀，我沈清婉就算死，也要挺直了脊梁骨死。我猛地拉开门，月光如水，泼洒在门外那硕长挺拔的身影上。一袭玄色蟒袍衬得萧书涵面容愈发冷峻。3年边关风沙磨砺去了他最后一丝少年意气，只剩深不见底的威压。他看着我，眸色深沉，辨不出情绪。我抢先开口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较为平静。摄政王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若是来替您的王妃清算旧账，怕是要让您失望了。民女如今一介下堂妇，除却这条命，也没什么能让她称心的了。她眉头倏地蹙紧，像是捕捉到了什么词汇。下堂妇，那声音低沉阴哑，带着粗重的喘息。我这才发现萧书涵的情况很不对劲。他弓着背，倚靠在门框上，才勉强撑住自己的身体。被月光照亮的那半边脸，苍白面上带着不正常的绯红。他这是被人下药了。要我说，渣渣男主就是恶心啊，说是要玩弄女配报复他，结果被他随便哄一哄，就把同甘共苦的女主忘在脑后了，色欲熏心，纯渣。女配这种红颜祸水就该去死啊，最好带着男主一起死，心疼我们女主宝宝。我愣愣地看着半空中的黑字，他们在说什么？明明是萧书涵和沈翠莲苟且在先，只许他恶心我，却不许我抛弃他，
如今重返权力顶峰，还想来折磨我、玩弄我，甚至美其名曰对我旧情难忘，要惩罚我的背叛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见我久久没有回应，萧书涵一巴掌拍在摇摇欲坠的门上，他那双深邃的眼眸死死锁着我，其中燃烧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踉跄着后退，撞倒了身后的矮凳，声音因恐惧而尖利：你别过来！事情的发展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不是成全了他和树妹吗？骂名我也背了，要杀要剐随他们喜欢，可为什么要把我当做一件可发泄的玩具那样羞辱？萧书涵像是没听见，一步步逼近，那目光滚烫的几乎要在我身上烙下印记，浓重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。完，他声音沙哑的厉害，像是在极力隐忍着什么，伸出手似乎想触碰我的脸。哇塞，我记得渣男好像是被下了药吧，明明已经意识模糊，但第一反应还是来找女配，难怪是渣男呢。嘴上说爱女主，心里怎么想可难说了。心里有女配又如何？人是视觉动物，女配长得这么漂亮，只看她一眼我也能把她记心里。楼上就是在嘴硬罢了，后面的剧情里面，男主给了女配许多女主都没有的宠爱，正所谓钱在哪里，爱在哪里。这些黑字在说什么鬼话？滚开！我猛地挥开他的手，触及之处一片惊人的滚烫，心中的绝望如潮水般翻涌。王爷，求求你，3年前是我错了，现在我嫁得不好，过得也不好，甚至被夫君休弃，将来唯一的路也只是出家做尼姑，永远不会出现在您和王妃面前。我牙齿打着颤，最后还是十分怂地向他求饶。实在不行，我愿毁去容貌，青灯古佛了此余生。纵使我如此求饶，萧书涵的脚步却仍未停止，眼神甚至更加晦暗难辨。哦豁，女配终于认错了，可惜没啥用，渣男主只会更加兽性大发。要我说，女配不会是故意的吧？这不摆明了伸出脖子任人宰割了吗？女配真是没骨气啊，长得美就是有特权啊，掉一下眼泪梨花带雨的，看得我这个大女人都心疼了，难怪渣男摇摆不定。这些黑字就像冰冷的蛇，缠绕着我的脖颈，勒得我几乎喘不上气。我的挣扎在他们眼里竟是这般可笑的戏码，巨大的无理和恶心攫住了我。与其被这样羞辱的玩弄，最后落得个凄惨死去的下场，不如将生死的选择握在自己手里。我猛地拔下头上的银簪，冰冷的尖端抵在喉间。萧书涵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声音的颤抖，字字咬牙。你再过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哇哦，玩这么大，自杀威胁？没用的啦，渣男现在精虫上脑，只会觉得更刺激。就是等下夺过簪子就地正法，小说里都这么写。我眼一闭，狠狠朝着脖子刺去，鲜血一点一滴地落在肩颈上，没入衣襟间。预料中的疼痛并未到来，贴在脖侧的手滚烫的吓人。婉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就不会碰你。乖，听我的，把簪子放下，好不好？我这才发现，簪子竟然差点刺穿萧书涵整个手掌，入骨3分。他为什么？趁我愣神之际，他一把夺下我手中的银簪，像是没有疼痛感知那般把簪子拔出来，扔到我够不着的地方，而后下意识就想撕身上的衣服用作包扎的纱布，却发现蟒袍怎么也撕不开。我总不能让堂堂摄政王因为流血过多倒在我这里。颤颤巍巍摸出身上的手帕，递了过去。包扎一下吧。空气中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和暧昧的热度被硬生生刺破。萧书涵像是不可置信那般，动作犹豫却轻柔地拿走了我的手帕，垫在掌心，牢牢握住。剧本不对啊，啥情况？男主怎么还真让自己受伤了？对啊，他不是最精致利己的渣男人设了吗？女配要反抗就反抗，伤了自己反而让他更兴奋，但他怎么舍得伤到自己啊？这完全不像是精虫上脑的表现啊！我是男的，我也对尸体没兴趣啊。楼上说话一股味，好恶臭，什么时候允许男的进来了？这些黑字显然也懵了。
我看着不一会就染红了紧帕的手，看着他那副宁可伤害自己也要强行克制隐忍的模样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，又猛地松开。那滔天的愤怒和绝望，早在他舍手救我时就全部消散了。萧书涵似乎和那些黑字说的不太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他抬起头，眸中的火焰未熄，声音破碎不堪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撵出来的。别怕，我不会碰你，害怕就走，离开这，锁上门。他闭上眼，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理智，轰然倒在我的身上，呼吸急促，我僵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无法对昏迷的萧书涵置之不理，唤来贴身丫鬟，一同将萧书涵搬运到床榻上去。找郎中？那万万是不敢的。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摄政王在我沈府出了事情，我怕不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正当我对着昏迷的萧书涵不知如何是好，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，一个我几乎快要遗忘的尖锐声音穿透夜色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与张扬。就要这个院子，给本王妃把门撞开。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本王妃的住所了。沈清婉呢？区区一个下堂妇，居然还有脸回娘家？她不嫌丢人，本王妃还嫌有这么个欺负姐姐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萧书涵还昏迷着呢，她这名正言顺的王妃就带着人打上门来了。沈清婉，出来！沈翠莲直接点了我的名，大呼小叫。我沉了脸色，带着侍女出门去，把屋子的门口挡住。夜色下，一个珠光宝气、穿着华贵衣裳的身影被丫鬟婆子簇拥着，迈着刻意端着的步子走了进来。然而，当我看清她的脸时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，差点没惊叫出声来。这还是沈翠莲吗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沈翠莲样貌体型样样不差，虽不如我明艳，但也算得上清秀可人。这才3年不见，却像是换了个人。边关风沙和流放之苦，在她脸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，皮肤粗糙暗沉，眼角爬上了细密的皱纹，原本还算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，显得刻薄了许多。锦衣华服挂在她身上，空空荡荡，纵然此刻涂脂抹粉，带着满头珠翠，也难掩那份被岁月和生活搓磨过的苍老和憔悴。从外表看上去，竟像是老了10岁不止。卧槽，吓我一跳！这是女主沈翠莲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3年流放这么狠的吗？这看起来反而她像女主姐姐了。这都是陪渣渣男主流放吃苦的证据啊！结果渣渣男主后面还这么亏待她，简直天理难容。想起来我就气，女主这么好一宝宝，吃了3年的苦回来，还要被渣男主虐身虐心，最终觉醒为大女主固然是好，但是这些伤痛要拿什么抚平呢？空中的黑字飞速滚动，印证了我的惊愕并非错觉。沈翠莲显然对我的反应极为不满，却认为我是被她的王妃威仪震慑住了，语气更加得意。怎么了，我亲爱的嫡姐，3年不见，认不出自己的妹妹了？也是，你这种贪图富贵、背信弃义之人，自然是想象不到边关的艰苦。不过嘛，苦尽甘来，如今王爷功成名就，我便是尊贵的摄政王妃了。她环视着我的院子，眼中满是嫌弃和贪婪。本王妃如今回娘家小住，总不能屈居在以前那处破院子里。你这院子虽然也不怎么样，但到底还算勉强配得上本王妃的身份。识相的，就赶紧收拾东西滚出去，好吗？我这好妹妹回家第一件事，竟然是同我抢院子来了。爹娘早已告老还乡，只留下不足1/10的仆人守着沈府。我的院子虽比出嫁之前略有些破败，但比起已经缔结蛛网的沈翠莲的院子好上许多倍。我身边的侍女春桃早已气得脸色通红。二小姐，您怎么能这样？这院子是大小姐的，您如今是王妃不假，可也不能抢自家姐妹的院子啊。奶娘张妈妈就比较冷静，语气不卑不亢。王妃娘娘，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，强占嫡姐院落，传出去于您的名声恐怕有碍。放肆！沈翠莲竖眉瞪眼，尖声叫道：哪里来的刁奴，竟敢对本王妃不敬！
本王妃与王爷同甘共苦的时候，你们这些贱奴在哪里？现在也配来指摘本王妃？他脸上闪过一丝狰狞，仿佛就在等待这个时机。来人，给本王妃拿下这2个不知尊卑的东西，重重的打，让他们知道顶撞摄政王妃是什么下场。他带来的仆役们立刻如狼似虎般扑上来，直接冲着春桃和张妈妈而去。住手！我厉声喝道，上前一步，将春桃和张妈妈护在身后。我看谁敢动我的人。纵然心中还有诸多困惑，但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忠心护主的人因我受辱。咋回事啊？女主是这种性格的人吗？为什么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？对恶毒女配不就这种态度吗？别忘了，当初可是女配强硬换嫁送女主宝宝去吃苦的，现在女主报复一下怎么了？那也不至于牵连无辜啊。女主好奇怪，这样随便迁怒滥杀无辜的人，真的是女主吗？沈翠莲见我反抗，又逼近了一步。沈清婉，你要为了这2个贱婢以下犯上，得罪本王妃吗？她似是想起了什么，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窃笑，靠近我，压低声音道：你怕是不知道吧？摄政王府如今正在整修，王爷他一心要为本王妃准备惊喜，办一个盛大的婚礼，这才让本王妃回家小住几日。识相点，就把你的院子让出来，本王妃要从这里风风光光的出嫁。你和你这些不懂规矩的奴才，如今不过是本王妃随手斩死的重置。说完，他不再看我，对着仆役们再次下令，语气更加狠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院子里所有不相干的人都给本王妃拖出去，敢反抗，打死了算本王妃的。那些仆役不再犹豫，肮脏的手迎面而来。该死，挡不住了。本王怎么不知道要娶的王妃是你这个泼妇？低沉虚弱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我猛地扭过头，原本深陷昏迷的萧书涵靠在门框上，脸上的潮红依旧，那双如鹰的阴鸷眼眸死死盯着这边。萧书涵的声音不高，却像一道惊雷，驱散了院中所有的喧嚣。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，包括那些正准备动手的仆役。沈翠莲脸上的得意和狠厉瞬间凝固，变为难以置信的惊愕。她猛颤抖着看向我身后。王爷！沈翠莲失声尖叫，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。不到一息的功夫，又迅速堆起谄媚和委屈。您怎么会在这里呀？您的手流血了，莫非是这个贱人？闭嘴！萧书涵打断他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本王问你，谁给你的胆子自称摄政王妃？沈翠莲如遭雷击，脸色瞬间惨白，说话也有些支吾起来。王爷，我是翠莲啊，3年前我随您去边关，陪您同甘共苦的。同甘共苦？萧书涵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嘴角勾起一抹极冷的弧度，目光扫过沈翠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，眼中没有半分怜惜，只有讽刺。本王在军中自有亲卫照料，何时需要你来共苦？整整3年，本王何曾见过你一面？你所谓的吃苦，不过是借着本王的名头，用着随身携带的钱财，在边关作威作福罢了。若非看在你姐姐的份上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今天大反转！什么？不是说女主宝宝和渣渣男主在边关艰难求生，因为这3年的同甘共苦，在最终走到一起的吗？摄政王这意思是说，女主这3年来纯属自我感动。空中的黑字瞬间变得密密麻麻，看起来十分震惊，而我心中的震撼同样无以复加。萧书涵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看在我的份上？沈翠莲彻底慌了，声音尖利，不是的，王爷，您忘了，是您让我跟着您的，您心里是有我的。像是怕萧书涵不相信那般，他慌忙从怀中掏出半块双龙玉佩，宛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般展示。还有这玉佩，这是您母妃的遗物，您给了我，就是认定我是您的王妃。萧书涵的目光落在玉佩上，眼神骤然变得无比愤怒。这玉佩，他缓缓开口，每个字都像是淬了冰。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本王明明派人将它送给了婉婉。
沈翠莲踉跄后退，脸上血色尽失。不，这玉佩明明是给我的。萧书涵冷笑一声，目光终于转向我，那眼神深处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与痛楚。婉婉，3年前我前途未卜，生死难料，怎舍得让你随我去边关受苦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压下翻涌的情绪，继续道：我想和你退婚，又怕皇兄知晓我对你的心意，反而对你不利。没想到沈翠莲突然找上了我，说她爱慕于我，心甘情愿和你换嫁，跟着我去边关。我不知道她有什么算计，又怕她留在京城伤害你，就同意了。至于这双龙佩，我真不知为何会到她手里，我明明是让人把玉佩送给你的。我睁大了眼睛，一时说不出话。原来是竟是这样。3年前的种种从我眼前掠过，所有奇怪的地方都有了缘由。原来是他舍不得我吃苦，才同意了沈翠莲换嫁的提议。至于那玉佩，大概是萧书涵派人送来时被沈翠莲截了胡。他以为萧书涵同意换嫁，就是心悦于他，玉佩也是给他的，所以当初才那么明目张胆地跑来我面前炫耀。我的天，原本的剧情是这么发展的吗？难道不是女配恶毒下作，故意换亲？所有剧情都错乱了吧？这一切怎么会是男主策划的？就是因为他爱女配。我们全力支持的女主，竟然是偷玉佩横插别人爱情的小三。我就知道摄政王对女配是有感情的，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女主好啊。女配好惨，被蒙在鼓里3年，还被休弃。我要转科男主和女配了。深情摄政王追妻火葬场。不是这样的，你骗人！沈翠莲疯了，指着萧书涵道：你如今功成名就，就想甩开我？你想和沈清婉那个弃妇重修旧好？你休想！我才是陪你吃苦的人，我才是。萧书涵眼中最后一丝耐心耗尽，厌恶的别开眼，仿佛多看他一眼都嫌脏。冥顽不灵，他冷冷地道，随即扬声：来人！话音落下，数道黑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落入院中，正是萧书涵的贴身暗卫，将这个疯妇连同他带来的这些聒噪东西一并扔回他自己的院子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许他踏出院子半步，更不许他靠近婉婉的院子1步。是。暗卫领命，行动迅捷如风。不，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沈翠莲刚尖叫一声，就被暗卫捂住了嘴，毫不留情地拖走。刚才还喧闹不已的院子瞬间恢复了宁静。萧书涵似乎耗尽了力气，身体晃了晃。我下意识地上前一步，伸手扶住了他的胳膊。他看向我，眼眸中的冰冷尽数褪去，只剩下疲惫。婉婉，他低低地唤我，声音沙哑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我看着他苍白的面容，还有正在渗血的手掌，想着这3年阴差阳错的误会，还有刚才他强撑病体为我撑腰的模样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我将萧书涵扶回屋内，春桃端来温水，张妈妈出去找了干净的布条和金疮药。屋内的烛火跳跃，映照着萧书涵略显苍白的脸，也映照出他额角细密的汗珠和依旧不太平稳的呼吸。我接过张妈妈手中的药瓶，示意他们先退下，垂着眼笨拙地替他清理掌心的伤口，却因为生疏的手法引来萧书涵闷闷的笑声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把瓶子塞进他手里，让他自己上药。萧书涵草草洗干净伤口，把药粉一撒，拿过布条随意一缠，就算好了。我能感觉到他落在我身上的视线，滚烫专注，带着一种几乎要将我吞噬的渴望。我恨女配是个木头，她知不知道男主身上的药性还没解，就这么干看着啊？女配快上啊，帮他解毒，这是最好的和好机会。说来也真是奇怪，男主身上的药是谁下的？看起来也不像是女主啊。萧书涵身上的药性还没解，这男人还真是……我的脸蹭一下红透了，扭过头去，想起身离开，手腕却被轻轻握住。婉婉，萧书涵声音低哑的厉害，尾音婉转绵长，勾得人心里发软。
别走，好不好？示弱到了极致。他没有明确要求，只是将选择权交到了我手里。我想走，但看着他为了克制欲望而痛苦忍耐的模样，想起3年前他为我筹谋的一切，还有刚才毫不犹豫用手掌挡住我寻死的簪子，我确实亏欠他良多。现在走了，着实有点心虚。我轻轻吸了一口气，罢了，就当是这3年的补偿了。我反手握住他滚烫的手，指尖在他灼热的掌心划过，引起他一阵战栗。抬起眼，迎上他骤然亮起的目光，脸颊微热，屋内烛火摇曳，撞碎了一地剪影。萧书涵小心翼翼移开自己的双手，不让自己压到我的头发。我恍惚想起，在那个最爱美的年纪，京城小姐在珠宝阁为了一只心仪的簪子大打出手也是常事，我就被人抢过。那时候的我气冲冲地去找萧书涵告状，想让他帮我撑腰，他却一个眼神都没有抛给我，醉心于公务。我很快就开始后悔心虚了，觉得是自己太过依赖夜王未婚妻这个名头。就当我进退两难，决定当自己没来过时，萧书涵将我唤去了他的身侧，手握尺梳，一点点将我的发髻梳理好，又从匣子中取出一只白玉簪，插入我的发中。一只金簪罢了，配不上你。他对我实在太好，纵容了我一切的任性，甚至连赐婚圣旨都是他用军功求来的。我一直以为萧书涵心中是有我的，所以才会在沈翠莲拿出双龙佩证明两人有情时那么生气，那么愤怒，赌着气就答应了换嫁的荒唐提议。屋内风停雨歇，我疲惫地蜷缩在萧书涵怀中，这毒可总算是解了。他轻轻吻了吻我湿透的发顶，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和无比的满足。晚晚，王府确实在重修。我的身体一僵，萧书涵感觉到我身体的变化，失笑道：“是为你准备的。3年前，我未能给你一场风光大婚，反而让你受尽委屈。如今，我要不给你，我要你，沈清婉，做我名正言顺的王妃。”我抬起头，对上他深邃而真挚的眼眸，话几经周转，最终被我咽了回去。没什么不好的，与其青灯古佛，或者回老家投奔父母，我还是更喜欢仗着这个男人作威作福的快乐生活。我眨了眨眼睛，脸上露出一抹久违的狡黠笑意，像只终于找到靠山的小狐狸。王爷此话当真？那妾身以后是不是可以在京城横着走了？萧书涵先是一愣，随即朗声大笑。他低头吻住我的唇，又是一段长久令人喘不过气的交融。当真，你想横着走、竖着走、飞着走都行，本王给你撑腰。3个月后，摄政王大婚，普天同庆，整个京城张灯结彩，红绸铺满了从沈府到摄政王府的每一条街道，百姓们挤在道路两旁，争相目睹这旷世婚礼的盛景。我身着凤冠霞帔，端坐在花轿之中，听着外面的喧嚣，手心微微出汗，心中却有种奇异的平静。经历诸多波折，今日终于要堂堂正正成为他的妻。花轿抵达王府，喜娘搀扶我下轿，透过珠帘，我能看到王府门前冠盖云集，文武百官皆来道贺。萧书涵一身大红喜服，身姿挺拔如松，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正含笑望着我。仪式按部就班地进行。就在司仪高喊夫妻对拜，我与萧书涵即将躬身的那一刻，慢着！一声尖锐凄厉的女声划破了喜庆的氛围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沈翠莲一身不合时宜的素白衣裙，神色癫狂，在一队甲胄森然的士兵簇拥下冲进了礼堂。她手中高高举着一枚玄铁令牌，左右两半形状完整，赫然是合二为一，用来调兵遣将的虎符。摄政王萧书涵狼子野心，勾结妖女沈清婉，意图颠覆朝纲，谋朝篡位。我手持陛下虎符，剑符如剑君，命儿等将士即刻将此二逆贼拿下，违令者以谋逆论处。来了来了，经典桥段。虎符真的是兵变，这就是女主觉醒后和皇帝太后合作，偷了男主的虎符，带兵拿下渣渣男主的剧情吗？
可这次男主并没有吊着他又宠爱女配啊，之前不是说得很明确了吗？从来没把她当成妻子，一切都是女主自作多情。礼堂内一片死寂，落针可闻，百官面面相觑，惊疑不定。那些被沈翠莲带来的士兵们却并未如他所说那般立刻动手，反而齐刷刷将目光投向了萧书涵。萧书涵脸上的笑意早已敛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睥睨众生的威严。他将我护在身后，目光扫过那些士兵，最终落在沈翠莲手中的虎符上。虎符，他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传遍每个角落。本王征战沙场多年，麾下将士认的是本王这个人，还是一块死物，想必诸位自有定夺。他话音刚落，领兵的几位将领猛地单膝跪地。末将等，誓死效忠王爷。沈翠莲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，转为难以置信的恐慌和绝望。不可能！你们敢抗命？虎符在此，我奉的是太后懿旨，你们这是造反！造反的是你！萧书涵厉声喝道：“沈翠莲，你偷盗虎符，勾结后宫，假传圣旨，扰乱本王大婚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赦。来人，给本王拿下这个疯妇！”遵命！沈翠莲身后的士兵立刻上前，他彻底崩溃了，挣扎着，披头散发，如同厉鬼，声嘶力竭地朝着皇宫方向尖叫：“太后，太后娘娘，救我！您不能过河拆桥，是您说只要我拿到虎符，控制住军队，就能帮我除掉沈清婉这个绊脚石。您答应让我取代她的，您说过要借王爷的势力巩固您和陛下的地位，您不能见死不救。”这番癫狂的供述如同平地惊雷，在整个礼堂炸响，百官哗然。谁都没想到，这背后竟然还牵扯到了深宫之中的太后。萧书涵怒极反笑：“好一个太后！本王回京之初，太后便假借商议国事，在宫中设下鸿门宴，意图用龌龊手段控制本王，被本王严词拒绝后，竟贼心不死，与你这等蠢妇勾结。来人，即刻进宫，请太后娘娘前来，当面对质。”立刻有精锐亲卫领命而去。沈翠莲被士兵死死按住，她看着高高在上，被萧书涵护在身后的我，眼中的嫉妒和怨恨达到了顶点。为什么不行？明明我才是天命之女，上天给了我这个穿越的机会，就证明我是特别的。我熟知历史，我应该有主角光环。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，恶毒女配就该被踩在脚下。拿了虎符就能掌控大局，男主最终会属于我。我才应该是女主角，我才应该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沈清婉，她一个土著，一个被休弃的破鞋，她凭什么夺走我的一切？她嘴里不断吐出古怪的词语，让满殿文武听得云里雾里，只当她是失心疯到了极点。与此同时，眼前的黑字也在疯狂闪现。坏事了，坏事了！直播间被封了，搞毛啊！还以为是大女主小说，结果是歪曲历史的同人文。人家明君贤后本来该美满一生的，结果作者厌女，看不惯人家幸福，写了个穿越女大杀四方的文，现在好了吧？被举报了吧？活该！听说是历史学专家举报的哦，作者要被抓进去坐牢了。我有些糊涂，还想再细看，却发现那些黑字已经彻底消失不见。而不久后，太后也到了。她今日未着太后朝服，只穿着一身素雅的宫装。我和萧书涵的婚礼请帖早就送进皇宫了，而太后的回复却是身体抱恙，不便出宫。这哪是身体有疾，分明是独坐钓鱼台，企图利用沈翠莲这颗棋子拿下我和萧书涵。她脸色苍白，却强装镇定。当目光接触到被押解的沈翠莲时，情绪瞬间崩塌。面对沈翠莲的指认和萧书涵掌握的之前被下药的证据，太后颓然失态。她看着萧书涵，眼中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情绪，有年少时未能如愿的爱慕，也有对他如今权势的嫉恨，更有功亏一篑的不甘。萧书涵，若非当年你夺嫡失败，被先帝流放，本宫何须委身那个色中恶鬼？本宫愿意委身于你，与你共享江山，是你自己不识抬举。
这天下本就该是。够了！萧书涵毫不留情地打断他，声音冷酷如冰。太后李氏言行无状，德行有亏，勾结逆贼，窃取兵符，意图祸乱朝纲，罪同谋逆。他宣布褫夺太后的尊号，将她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出。紧接着，同样废除了年幼不堪重任的皇帝。本王今日起顺应天命，登基为帝。他向我伸出手，婉婉，这皇后之位从来都只属于你。一场精心策划的婚礼兵变，瞬间变成了新皇的登基大典和封后大典。我将手放入他温暖有力的掌心，被他紧紧握住。身后是沈翠莲绝望的哭嚎和面如死灰的颓废太后。后来萧书涵告诉我，他早已察觉到太后不甘寂寞，暗中布下了眼线。沈翠莲和太后的勾结并未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那虎符虽是珍品，但调动核心军队所需的流程和密令，远非一个深宫妇人和一个蠢笨庶女能完全掌控。他不过是将计就计，借此机会一举铲除所有潜在威胁，名正言顺地接管这偌大天下。而我是唯一能与他共享天下的人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